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唯我独尊啊。学佛的人呢，都知道一个佛典故事啊，就是根据佛经记载佛一生下来呢，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讲的这8个字各位，我们想想一个小婴儿刚刚从母亲的怀里出世诞生马上就要会走路，还会说话，是不是太神奇了呢？实在无法想象了那历史上真的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吗？当然不会嘛。所以连翻译经典的玄奘大师也是不信释迦牟尼佛是佛教的创始人，也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的人物不过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就不一定是佛陀讲的很可能呢是后人呢把它神化了啦这个就好像古人呢用神异的方式来描述佛陀的出生就说佛陀是他的妈妈摩耶夫人从这个腋下呢把他生出来的啦我们也无法想象嘛，无法理解嘛，道理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只是呢在表达对佛陀的一份崇敬那读经读到这一段呢，我们很难去理解嘛因为要从腋下生出孩子来，跟一出生就能够连走7步，还要开口说话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问题是佛经是这样写的那我们就要善解那是理想中的理啦，而不是人世圆融的真理所以正言上人才说要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不管他是否真有其事唯我独尊这句话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大道理值得我们探讨。那有人会问佛法不是都教我们要无我或小我吗？要缩小自己吗？那佛陀怎么会说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呢？那有人就会说佛陀怎么这么狂妄自大其实是我们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啦。佛陀强调众生平等又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怎么可能会自夸自己是唯我独尊呢？所以这个我是内有乾坤是大学问这个天上天下应该指那个时候的印度跟尼泊尔佛陀成道的足迹的范围那要把它扩大解读是全世界天上天下全世界也是可以的，因为那时候整个地球的人口才2亿多而已也不多了那这是天上天下这4个字的解读。那唯我独尊这个我呢并不是指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的我，而是指每一个人自己，每一个人的我这指人人皆有佛性，也都能成佛。那这个跟《论语》里面讲的一句话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句话是颜回讲的啦。那他讲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意思是说顺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我又是怎么样一个人其实只要勤奋不懈努力作为我们也可以跟舜一样达到很高的成就了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跟敬爱啦。同理我们是凡夫，但只要努力修行，去妄归真，转迷成悟我们也是有可能因觉悟而成佛跟学习舜一样的那这里面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要变成跟佛一样，就先要把我执我见的我拿掉以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佛知佛见跟正知正见那知见都正确了，言行造作才会正确嘛。观念跟想法如果不正确的话，怎么可能
做出来的事情是正确的，不可能嘛。一定是先有我知我见，那才会我行我素嘛。人都是这样子嘛，都是我在作怪嘛，不是吗？所以不要以为叫你拜佛啦，是拜这个什么这个木雕或泥塑的佛，也不是要你相信这个相信那个。其实信来信去呢，最终还是要信自己那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自情自信的自信佛。同理啊，念佛也不是念给佛听呐，这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而是念给自己的自信佛听的，是念给自己听的，这才是真正我的意思，也就是真我啦。那唯我独尊的我，就是指人人原本就具备清净的本性跟佛性，也就是众生具备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真实佛性。那这个道理我们要相信，也要有自信所以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的意思是天上天下唯佛性最尊呐。因为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不可证得嘛。学佛的人大概都懂这句话了那这个智慧与德相就是佛性跟自信，是人皆有之啊。那不可证得的意思就是觉悟不了啦。那为什么觉悟不了呢？因为凡夫的妄想跟执着太多常常是处在昏沉跟散乱，或者无明跟烦恼之中这是我们凡夫啦，也就是什么，常常是懵懵懂懂啦，糊里糊涂的啦的意思啦。然而心灵暗示一念能明一旦开窍了由迷转悟，觉悟的就是佛，就是智者。那不觉悟呢，还是众生，还是凡夫。那觉悟的就是自觉嘛，对，就救了自己嘛。那不觉悟呢，佛在也没用，因为佛只能告诉我们方法要觉悟要靠或解脱要靠自己，也就是靠自己来救自己的。那要怎么救自己？多反省自己，多检讨自己，多充实自己，多提升自己的，这样才有可能改变自己嘛。而改变了自己就是自救那再去影响别人就是救人嘛这句话以前我们也提过这近似语。那佛陀是宇宙大觉者不会唯我独尊凡夫执着我相，我相深重，心中想的都是我很容易有一点成就之后呢，或者有权力之后呢就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唯我独尊的那种形象出来了这个在人群中呢随处可见那我们也要引以为戒因为这样子的凡夫习气是藏不住的啦我们如果常常有在修内观或止观也就是有在反观自照的话那看到别人这样呢，就应该马上联想到自己，因为我们也很有可能会这样这就是孔子讲的嘛，见不贤而内自省的道理在这里所以唯我独尊的这个我，如果是指自己，那麻烦就大了啦。举一个活生生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大家就更清楚了。有一位在东南亚事业很成功的企业家事业虽然很成功但习气很重这个跟他所从事的行业呢是有关因为他是从事什么砍伐森林的那个木材事业那在森林中砍伐树木呢，要管理那些唯利是图的工人尤其是外劳以及面对竞争激烈的武派的同行想还要贿赂当地的管理森林的政府人员官商勾结不是贿赂几个主管而已是整个部门一网打尽所以在这个藏污纳垢官商勾结的这个生存环境中呢，造就了他唯利是图跟唯我独尊的这个个性那
有做过生意的人，大家都知道嘛，商场如战场啊，对敌人仁慈是对自己残忍啊，所以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所以他就说了，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在森林中啊，唯一的法律就是这个枪，枪是森林中的法律，可想而知啊，在一般人都不清楚的深山里面呢，是这样一个风声鹤唳啊，草木皆兵，就好像另外一个世界。要不是他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绝对不会知道说，在这种黑暗森林中啊，是披上一层不为外界所了解的神秘面纱。他分享的时候说啊，他很不习惯有人靠近他，因为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靠近他的都是对他有所企图的人啊，而且肯定都不是好人，所以他不轻易相信任何人，非常的孤僻啊，也造成他讲话非常的强势，而且都带有命令的口气啊，不仅要随时保护自己呢，而且还要武装自己啊，连晚上睡觉都要把枪放在枕头下面。我们没有踏入这个行业啊，听他分享，他知道说原来这个是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他身边的那些工人也好，干部也好，为什么能够接受他这种领导的做法呢？主要原因是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是唯利是图啦，看在有暴利可拿的这种利益上面呢，大家忍气吞声啊，是这样子嘛。他自己抽的他自己常常抽雪茄烟呐，他讲他那个一支烟就要台币1-2千块，我们一般人怎么可能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但因为他是暴利嘛，所以可以挥金如土啊。有一次呢，我请几位台湾很成功的企业家呢去东南亚交流啊，我请这位事业家呢暂时放下你身边的工作，一起来陪伴。前后呢才4天而已嘛，那我跟他的缘还算结得不错，我邀请他，他也欣然答应了，就飞过来这个国家呢，我们一起默默的我们一起呢参加活动，那就最后一天，也就是台湾的企业家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呢，晚宴过后啊，他跟我说我这几天跟你们在一起感觉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看到你们相处这么和乐，打成一片，真心相待也非常感动台湾这几位的企业家呢，赚钱还积极的回馈社会的这种精神接着呢，他继续问我，明天我也要离开，回去我的国家了那你可不可以这几天也过来我那边一趟我有一间呢那个百货商场了那地下1层原本是超市，大约有700-800平的，蛮大的我现在收回来整理好了，很干净。你可不可以过来看一看，是不是实际可以利用它？看它做什么用还跟我讲说，拜托你一定要拿去用，成全我这个心意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后来这么大的，后来我跑过去，后来我还是过去看那后来这么大的空间呢，我们就把它规划成为进士书轩跟社教中心因为这个都要蛮大的空间，尤其是社教中心，很多不同的课程要分很多教室嘛。那其实这个故事很长我把它重点叙述以上所讲的不是重点只是前面带过而已我要讲的重点是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位实业家呢，无偿报效场地给慈济嘛，那我们当然自然要接引他就要带他去台湾进士进社拜见证严上人嘛，一个这么贡高我慢、唯我独尊的人当他第一次见到证严上人的时候，他居然马上被上人的德行感动，马上下跪跪下来这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还哽咽的说上人，我的人生只有管别人从来没有被别人管过了，但我情愿被你管讲这句话，我非常错愕哇！原来一个这么强势跟贡高我慢的人，内心居然如此的缺爱
那因为他有抽雪茄，刚刚讲他抽雪茄的习惯嘛，因为那是第一次见面嘛，所以上人呢，就轻轻的劝他了，因为他还是第一次来嘛，对不对？上人就跟他讲说，抽烟不好，提醒他了。后来隔没多久，他又到台湾花莲净智寺拜访上人。那这次上人看他还在跟大家分享他抽雪茄的故事啊。那这次呢，已经第二次了嘛，那这次上人跟他讲话就力道加强了，劝他说，刚刚是讲说抽烟不好嘛，那这次是讲说要把烟戒掉，这个力道稍微强一点的。因为这位实业家跟正言上人有缘嘛，他也心悦诚服于上人嘛，回去以后呢，就很坚决的把这个烟戒掉。所以第三次他回到净智精舍的时候呢，他想这一次上人如果再问他就可以抬头挺胸，很骄傲的跟在场所有的人在上人面前跟所有人面前呢，讲他戒烟的过程结果上人一见到他不但没有问他戒烟的事情，反而问他说：“你吃素了没有？”他心里一想说：“我好不容易把烟戒掉，你怎么不问我戒烟的事情呢？却问我有没有吃素？”他那时候还无若不欢嘛，当然是回答还没有吃素。那一次呢，我们刚好有机会呢，随正言上人去全台湾行脚嘛，那参加上人跟台北慈济医院的那些医护人员的那个温馨座谈那午餐的时候呢，那个精美的餐盒一个一个呢，就摆在每一个人的会议桌的每一个人的桌上，那大家就在那边会议室里面用餐吃得津津有味那这位实业家就坐在我的对面，他一口都不吃，大家都在吃，他就静静在那边等。那我跟他说：“你怎么不吃啊？”他说：“哇，吃素胃很不舒服啦。”好，那午餐结束了，那上人要离开会议室到另外一个会客室去，在经过他位置的时候呢，一位师姐就跟正言上人投诉说，上人他一口都没有吃。那上人就跟他说：“你这样都不吃，我会很伤心哦。”他听了之后，心里又内疚又感动因为他的心中没有人会这样关爱他，管他吃没吃他外表看似很刚强嘛，其实内心很脆弱，更缺爱那回去之后呢，他感觉哎呀，既然跟上人有缘缘又这么深嘛，他就毅然决然的由荤转素。没多久，他又来台湾参加上人行脚的随侍他想这次真的是要突破万难改为茹素如果上人一问的话呢，他可以在大众面前让上人赞叹一番都有面子因为他已经由荤转素了嘛。那想不到上人见到他，不但没问他茹素的事情反而问他另外一件事情：你熏法香了没有？他只能回答没有。回去以后呢，深深感到上人如他的慧命母亲一样一直对他谆谆教诲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嘛。回去之后，他果然说好了既然上人要我分法香，那我就早上起来闻法熏法香然而即使他的戒烟戒酒茹素也参加了熏法香了看起来应该是很标准的嘛，优点增加了这么多但深重的习气依然存在钟鼎山林各有天性很难改那他跟人家互动更是自觉高人一等总是自觉比别人厉害别人都不如他参加开会呢，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大家都要听他的那种在森林中呼风唤雨唯我独尊的那个个性很难改。这样在人群中，当然没有人敢靠近他嘛，也很难结好人缘嘛。就这样呢，这位企业家2年内呢，参加了好几次的随侍每次都是1个多月的时间嘛。那回去以后呢，他也投入了志工的行列参加几个活动也经过了见习培训的课程，终于到了要评估是否要推荐他受赠为慈济委员的时候了。那会议中呢，所有的干部很快达到共识很容易达到共识，因为这个呢习气很重嘛。
大家都认为他不适合受政为委员啊，所以不推荐。理由很明显，就是呢，习气十分深重，缺乏团队精神，行事我行我素，讲话疾言吝啬，对志工缺乏尊重，没有合群的观念等等。还好那个国家的负责人呢，还很虚心的来问我的意见呢。我想，这个人是2年内跟上人有很好的互动，上人对他的心性是了如指掌，尤其他不信任任何人，只相信正言上人，那他又不让任何人管了，他只愿意让上人管。一个这么自视甚高又狂妄自大的人，第一次见到正言上人就能够臣服于上人而顶礼下跪啊，而且还随侍了好几次每次都超过1个月啊，这中间一定有特殊的宿世因缘存在啊，不是我们一介凡夫能够理解的，所以要很谨慎的处理啊。那我就跟当地的干部们说，这是事关一位志工的慧命啊，尤其他跟正言上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互动，我们不能心存定见或先入为主去奏下结论，拒绝，把他拒绝。后来我来帮你们请示上人，看上人的看法如何了。那我们大家就把这样当作一个学习，不要马上决定。当我向上人请示的时候，我向上人报告，当地的干部认为他不适合受证。那上人就问我，不能受证的理由是什么？我回答说，大家都认为他习气很重。那上人马上说，哪一个人敢说他没有习气？接着又说这个人算是本会培训的哦，意思是说这几年来，上人不露痕迹，以自己的德行在调教这位实业家，尤其在随侍过程中每天都在一起的因此对上人来讲呢，不是你们在评估而已我也在评估可不可以受证也不是你们说了算那我就接着说了，我说那上人的意思是他可以受证？上人回答说是这位企业家虽然习气还是很重但毕竟也是努力改变了很多了嘛，我们都看得出来嘛，所以上人还是让他受证因为上人是看他在自我改变的过程中的努力，而不是看改变后的结果。佛陀的10大弟子每一个人都还有习气何况是我们凡夫严格说来了如果正言上人以他的高道德标准来评估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习气深重难改的众生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是一样的慈悲，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人，反而习气越重的越需要留在身边来调教。循规蹈矩的人离开远远的，反而不会令人担心这是圣者跟觉者的思维不同之处。对上人来说呢，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这句话我们讲过好几次了用人的哲学了。而且呢，修行重视的是他改变的过程，而不是改变后的结果了。过程要用心，结果要随缘嘛。那这个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了而是过程呢更重要。我们举例来反向思考，我们很用心改善我们的习气，我们知道自己有习气想改，那努力一阵之后呢，有些是改掉了啦，爱发脾气现在比较不会发脾气的啦，有些还是改不了，不是我们无心要改，是能力不足需要一点时间跟善知识的协助。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别人给我们多的体谅跟善解甚至是鼓励。然而如果别人完全不在意过程中我们的努力却还是一直以高标准对我们批评跟责备，我们会做如何感想呢？这样以同理心来换位思考的话，我们就很能够知道说要怎么对待别人的嘛，不是吗？其实正言上人也好了，一般
高僧大德也好，如果以高标准来要求弟子的话呢，相信没有一个弟子是及格的啦。也因此呢，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在我身边还没有见过不二过的人，讲这句话。孔子身边只有一个不二过的人，叫做颜回。那证严上人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呐。这一句话是醍醐灌顶的警示箴言哦。在我身边还没有见过不二过的人呢。既然凡夫习气深重，很难找不到不二过的人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难不二过。但偏偏我们很容易去批评或埋怨别人的过错，对别人的要求很严格，对自己的约束呢却很宽松，视而不见。也因此，当这些培训干部向证严上人说这位企业家的习气很深重啊，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上人当场访问他们，就问他：你们哪一个人是没有习气的？都在严格审核别人，从不严格审核自己，这也是一种习气嘛。甚至还有负责审核的资深干部也会说一句话哦：我们在帮师父把关。我心里就在想，其实你自己都趁人家把关了，你何德何能去帮别人把关，是吗？应该没有一位得道的高僧大德会说我是在帮佛陀把关，对不对？这句话只要一说出口，武功就全废了啦。所以上人反问那一句之后呢，我就这样跟他们讲的时候呢，果然呢，惊醒梦中人的大虾低下头不敢吭声。我专程飞过去一趟跟他们分享，这个就是颠倒。今天是农历7月19日啊，农历啊，这个月是吉祥月，不是鬼月。这个月大家都要解倒悬，不是吗？解救苦难的众生的意思啦。那什么是倒悬？不是只有身在苦难中的人叫做倒悬的，知见颠倒也就是倒悬呐。所以要去解救别人的倒悬之前呢，要先解决自己的倒悬呐。同理啊，你要去导正别人之前，你要先修正自己嘛。有这样的观念才是正知正见啊。那刚刚这位实业家的例子给我们什么启发呢？上人重视的是他有没有尽心尽力在改善自己。已经好不容易做到戒烟戒酒了，我们就要勉励他已经改善的部分，加勉他，赞叹他改善的部分。还没有改善的习气呢，我们要继续陪伴他，鼓励他。这样人才会从鼓励的方向去努力嘛。这样才是在度化人间，教化人心嘛。同理啊，如果对自己的孩子只是一味的注意他做不到的事情，只是注意他能力不足的部分，都不去注意他努力改善的部分，不去赞叹他好不容易改善的事情，那孩子也会失去信心了。反正怎么做你都是不满意的啊。对，我做的要死，你都没有一个鼓励啊，全部都是不满意呀，那不如就放弃呀，对，会自暴自弃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上人是看这位企业家呢已经改善的过程，而不是去看他还未改变的习气。这样子的思维呢，充满了慈悲跟智慧，值得我们学习。人家进步的部分，我们要给人家肯定跟鼓励呀。人家难改的习气，我们要给予善解跟包容嘛。因为换成我们是当事人，我们也是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们呐。这就是同理心嘛，换位思考嘛，不是吗？佛法虽然教育我们要自皈依呀，皈依自信三宝啊，以及以法为师啊，也告诉我们这是修行最好的安住之道。不过我们也要自我警惕哦，警惕什么？如果太注重自我，而变成唯我独尊，而目中无人呐，自皈依啊，皈依自信三宝啊，不用皈依别人呐，
如果说是这样的心态变成唯我独尊的，那这样就会很容易陷入唯我跟唯心的层次，稍一不慎就会犯上真上慢啊，卑劣慢的意思啦，造成自以为是啊，事事以我为中心啊，我说了算啊，然后处处不放过别人啊，但却很容易放过自己啊，这样就是方向偏差了嘛，就不对了，这个就是倒悬嘛，对，苦难呢也是苦难。所以，如果能做到皈依自我、皈依真理、皈依正法，一方面也不陷入外道迷信的信仰，一方面也不会陷入自我傲慢的心理啊，这样才是如理如法的中庸之道啊！正言上人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呢，阐述的更清楚、更容易懂。正言上人说：“天上天下以真理为尊呐，以真实法为尊，以一圣真实为妙法为尊。”这句话是开示呢，更与菩萨道的法门的完全契合，清清楚楚的言简意赅啦，一针见血啦。所以佛陀可以讲唯我独尊，我们凡夫不能讲唯我独尊。我们凡夫如果讲唯我独尊，那就是妄自尊大，狂妄到了独尊的地步啊！在人群中会很不受欢迎的，就像刚刚那位实业家一样嘛。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大家会更豁然开朗啊！不管是天上或天下，只有自己的清净本性跟佛性，可以让我们做依靠，包括释迦牟尼佛啊，都不可以依靠哦。为什么？因为佛陀自己都跟弟子们强调了，要依法不依人呐，也就是要依靠教法，而不是依靠法师啊。不过这句话要特别强调一下哦，不能误解哦。哇，你照你这样子讲，老师不重要，师父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哦。而不是教师不重要，而是教法更重要啊。法也是要靠人来传授嘛，它叫做法师嘛。但人有一天会不在，法却亘古今不变的。要依人，也是要依对人，不能依错人啊。那皈依三宝，其实就是在殷切提醒我们，必须依循内在的自信三宝，要先靠自己，不能只会祈求佛菩萨来救你，你自己却不肯救自己，你都不懂得自救。那为什么你不肯救自己呢？很多人都不肯救自己啊，包括我们啊，贪念不去除啊，嗔恨心不去除啊，坏习惯不改啊，那张嘴老是在诅咒跟唱衰啊。现在社会上不是很多这种人吗？或是在埋怨跟批评，无成人之美，很会扯人家后腿，唱反调，心无正念，很爱生气等等，诸凡不计备载。那这样佛菩萨怎么救我们呢？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先救自己的啊。那我们不先救自己，佛菩萨哪有办法救我们呢？对，所以皈依自信三宝，是要皈依自己清净的本性跟佛性，内在的本性跟佛性才是真正的唯我独尊。这个我就是真理、本性、佛性啊，这个道理我们要能够了解啊。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唯我独尊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同修人人以清净的本性跟佛性为尊啊！感恩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